各位朋友，大家好。如果要想以一种花来命名高阳公主，那什么样的花比较合适呢？我觉得彼岸花就比较合适。彼岸花呢，据说分两种，一种是红色的，盛开于地狱；一种是白色的，盛开于天堂。红色的花又叫做曼珠沙华。据说呀，这种花是自愿投入地狱的花，它盛开于地狱的忘川河边，是指引之花。从远处看过去，那大红大红的一片，就好像是鲜血铺就的地毯。这种花也是冥界唯一的风景，它指引着人们通向幽冥地狱，所以又被称作死亡之花。这真的不是一种吉利的花，就如高阳公主一样，不会给她所遇见的人带来吉祥和如意。卞姬因高阳公主而死，但卞姬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太宗皇帝驾崩以后，高宗李治继位。高宗李治特意去高阳的府去探望，以示安抚。但高阳公主仍然是一如既往。也许高阳公主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啊？她所找的那些情夫们全部都是方外人士，不是和尚就是老道。这些人呢，还大多据说有一些异能，有的能使鬼，有的能看天象，反正都是一些旁门左道之辈。那个房遗爱呢，高阳公主呢，特地为他买了2个美妾，这样夫妻2人就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互不相扰，也算是共建和谐社会吧。高阳公主又屡次的到高宗皇帝那里给黄衣直告黑状，次数多了，高宗皇帝也懒得管了，恐怕他也是很清楚他的妹妹的为人，一直告不下来房遗直，这次逼得高阳公主就出大招了。什么大招呢？这次他居然告房遗直非礼他，非礼当朝公主。当他把房遗直非礼他的这件事情告诉高宗皇帝李治的时候，李治大惊，说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这次我保证不笑。高阳公主又述说了一遍。这次高宗皇帝虽然忍住笑，但心里面不住的想，到底谁非礼谁呀？但是呢，既然公主告被人非礼，姿势体大，高宗皇帝必须要进行调查。于是呢，高宗皇帝先唤来钦天监，确定这一天不是愚人节，然后就把调查非礼公主案交给了宰相长孙无忌。有理由相信是长孙无忌争取到了这个案子的主审权。一个宰相大人何必去调查这么一起小小的非礼案呢？这岂不是杀鸡用了牛刀？其实长孙无忌他的目的并不是高阳公主或者房遗直、房遗爱这些鸡，他这把刀早早就瞄准了高阳公主、房遗爱身后的那些牛，而且不是一只牛，是一个牛群。所以长孙无忌一开始接手这个案子，就根本没有去过问什么非礼不非礼这么个子虚乌有的事情。他抓住了房遗直心里的恐慌，采用诱骗呀、威胁呀等各种手段，让房遗直交代他的兄弟房遗爱和高阳公主有什么不当的行为。房遗直为了自保，就说出了有一天房遗爱和薛万彻曾经在家里喝酒。薛万彻呢曾经说过，我虽然脚步有疾，但是呢那些鼠辈也不敢把我怎么样。他所说的那些鼠辈，针对的就是长孙无忌这些在高宗上台以后的掌权人。房遗爱呢就跟着说待天下有变，我们要公推荆王李元景为主。而且啊，长孙无忌还了解到高阳公主曾经买通宫里的太监，刺探宫闱中的情形，而且还请人看天象的变化。宫禁中的事情涉及皇家机密，而天象更是只能皇帝请人去看，其他人是不可以偷窥天机的。就这2条，高阳公主已经犯了谋反之罪。有了房遗直的供述，长孙无忌就抓捕了房遗爱。房遗爱这个人渣为了自保，就变成了长孙无忌的一条狗。长孙无忌让他咬谁，他就咬谁。受房遗爱谋反案株连的最后有驸马薛万彻，他的夫人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还有驸马柴令武，就是柴绍和平阳昭公主的儿子，他的夫人是巴陵公主。还有一个驸马叫执师司隶，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不是汉人。没错，他是东突厥一个部落的酋长。后来东突厥灭亡以后，他就投降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就把他的妹妹九江公主嫁给了执事司隶。九江公主可以说是唐朝第一个下嫁给异族的公主。执事司隶这个人骁勇善战，为大唐开疆拓土建立了赫赫战功。
当年大隋萧皇后从突厥回到长安，这一路上都是由执事司隶来护送的。除了这3位驸马以外，荆王李元景也被长孙无忌抓捕。这个荆王李元景曾经梦见自己手清日月，这个也成了他谋反的证据。另外被株连的还有江夏王李道宗。这个李道宗可是和唐太宗李世民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为大唐开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但这次也被株连了。最后长孙无忌把矛头指向了吴王李克，他让房遗爱指控吴王李克也意图谋反。吴王李克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特别是有很多影视剧都把吴王李克塑造成一个文武双全、大义凛然的那么一个英雄王子。吴王李克确实在能力方面，在所有的王子中他算是超群的。他的父亲李世民也曾经说过，吴王李克非常像我，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当年李世民在考虑谁来继承他的大业的时候，也曾经考虑过吴王李克，但是呢，很快就被长孙无忌否定了。当时李世民还问长孙无忌说：“你不愿意让吴王李克继承大统，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的亲外甥啊？”在历史记载中啊，吴王李克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皇子，在诸多皇子中呢，威望也是非常的高。但是啊，他并不是像影视剧所表现的那样，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呢，他有着和诸多王子一样的毛病。他曾经因为别人偷了他的马，就把那个人处死，这个是按照法律来说是不可以的。他也曾经多次因为行猎而践踏了农田，最后被御史捅到了唐太宗那里，唐太宗因此还扣了他300户的食邑。李克虽不完美，但他毕竟是能力超群，隐隐的也有一些领袖群王的气势。长孙无忌终于抓到了李克这条大鱼，这时候他就开始收网了。最后的结果是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3个人伏诛，高阳公主被逼自缢而死。江夏王李道宗被流放，最后死在了路上。那位驸马执事司隶因为有战功，免于一死，也被流放。他的夫人九江公主宁愿舍弃他的封号和食邑，也愿意随夫君一起流放。九江公主到了流放之地以后呢，因为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很快就病逝了。九江公主在历史上虽然着墨不多，但她的所作所为仍然是令人敬仰。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克也被逼自杀。经此一案，李唐宗室中那些有实力、有能力的王爷，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长孙无忌倒是通过此案铲除了异己，因为这些人好多以前都是跟魏王李泰有着密切的联系，算是长孙无忌的政治对手。那么房遗爱谋反案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呢？这个呢，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了，但是至少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而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克可以说完全是被冤枉的，是长孙无忌利用这个谋反案打击异己的行为。长孙无忌这个人呢，和李世民算是布衣之交，他的妹妹后来又嫁给了李世民，成了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所以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是非常的了解。李世民曾经说过，长孙无忌这个人军事政术都不行，他擅长于谋划和律法。长孙无忌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主持编写了《唐律疏律》和《永徽律》。这2部法典呢，在中国的法律史上是具有里程碑作用的。另外，长孙无忌善于谋划，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个特别长远的政治眼光，也就是说，他的格局并不是特别大。就像这次他利用房遗爱谋反案，虽然说清除了异己，但是呢，极大削弱了李唐王室的力量，以至于到后来武则天登基的时候，李氏王室的那些王爷们因为群龙无首而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就像在前几期视频中我提到过的，越王李真、李想父子2个人造武则天的反，本来他们是准备和其他的李姓王爷一起起兵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起起兵，到那时候都做不到。最后只是李真、李想仓促起义，结果很轻松的就被武则天的大军铲灭，还白白搭上了长乐公主夫妇的性命。所以说呀，长孙无忌这么忙活半天，却给武则天做了嫁衣裳。另外啊，我还想说一点，在武则天篡夺了李氏皇权以后，虽然说在上面斗得非常的激烈，死了不少人，但是呢，在下面并没有出现像在以往朝代中经常出现的农民起义啊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
虽然也出现了像李真、李想和徐敬业的叛乱，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李唐皇室的实力人物大多折损的原因以外，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下面的老百姓并没有跟着造反。老百姓呢，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谁也不愿意走造反这条路。至于这个天下是姓李还是姓武，跟老百姓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武则天执政期间对百姓还是不错的。高阳公主的死应该说是众望所归的。当初如果不是她把房遗直往死路上逼，房遗直也不会检举他们谋反。最后房遗直也没落得好下场，他也被罢官流放。而房遗爱呢，他听从长孙无忌，咬出了吴王李克、江夏王李道宗，目的呢就是想求一条活命。最后他也被处斩。临死的时候呢，他还央求长孙无忌说：“我帮了你检举出这么多人来，你不是说可以饶我一命吗？”长孙无忌只是轻蔑地看了看他，说 ：“Too late。”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啊，还说这一切呢都有武则天在后面兴风作浪。说是高阳公主曾经杀死了武则天的小女儿，武则天呢因此就定下计策，最后杀死了高阳公主及其同党。实际上呢，房遗爱谋反案发生在公元653年，而在公元652年的年中的时候，武则天才被唐高宗李治从感业寺中捞出来。这时候的武则天还只是一个昭仪，还在忙活着宫廷内斗，她可没有精力管理朝堂上这些事情。而且那时候大权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手里头，武则天还没有话语权。提到褚遂良这位贞观名臣，这时候呢也成了长孙无忌的帮凶。当唐高宗李治得知长孙无忌要处死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克的时候呢，他曾经用央求的口吻求告长孙无忌，说荆王乃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弟，这两个人能不能求你们不要杀他们？当时长孙无忌沉默不语，旁边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就站出来说，此二人绝不可赦。吴王李克临死的时候曾经大骂长孙无忌，说长孙无忌他善用威权，杀害忠良，宗社有灵，早晚会灭他全族。这句话可以说是一语成谶。短短6年之后，长孙无忌也同样受人诬陷，被许敬宗办成了一桩谋反案。高宗皇帝都没有给长孙无忌当面解释的机会，直接就把他远远的流放。后来高宗皇帝又想重新审理长孙无忌之案的时候，许敬宗却派人到了长孙无忌的流放之地，逼迫着长孙无忌自杀。长孙无忌的家族成员也是死的死，流放的流放。吴王李克的这句话最后真的应验了。在被流放的长孙家族成员中，有一个人叫长孙权，他是长孙无忌的堂侄，同时他也是一位驸马，他的夫人就是新城长公主。新城长公主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提到过的那位衡山公主，就是那位曾经许配给了魏征的长子魏书玉，后来李世民又悔婚的那位衡山公主。新城公主是长孙皇后最小的女儿。长孙皇后一共育有3子4女，三子呢就是嫡长子李承乾、魏王李泰，还有晋王李治。4女呢，嫡长女是长乐公主，在21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第2个女儿呢，就是跟大家提到过的城阳公主，也就是薛绍的母亲。第3个女儿是晋阳公主，第4个女儿就是新城公主。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位晋阳公主，因为通过晋阳公主，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君王唐太宗李世民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晋阳公主出生没多久，大概也就是3、4岁的样子吧，长孙皇后就病逝了。面对着将近20年与自己朝夕相顾、间谍情深的爱妻的离去，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痛不欲生。网上呢有一些文章说，唐太宗李世民最爱的并不是长孙皇后。其实啊，史书上记载的是非常的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有机会呢，我想单独做一期节目，说说长孙皇后和李世民的这段爱情经历。刚才我提到2人可谓是间谍情深，这个词可能大家不太熟悉，我稍微解释一下。
尖呢指的就是比翼鸟，在《山海经》中记载啊，这种鸟只有一目一翼，所以呢，雌雄两只鸟必须要在一起飞才能找到方向。这种鸟呢，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蛮蛮。另外，那个蝶字呢，指的就是比目鱼。这个大家应该都见过，就是这个鱼只有一边有眼睛。古人呢也认为这种鱼呢必须是两只叠在一起才能够前行，所以间谍情深这个词呢就多用来形容夫妻二人情深意重、相濡以沫这么一个情景。还有一种说法呢叫间间谍谍，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李世民痛失爱妻以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决定。什么决定呢？他决定亲自抚养当时尚年幼的晋王李治和晋阳公主。晋阳公主也就成了中国上下5000年间唯一一个由皇帝亲自抚养的公主。长孙皇后去世的时候，晋阳公主还非常的小，所以还意识不到失去母亲的痛苦。等她到了5岁的时候，她开始发现其他孩子都有母亲，而自己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就带着晋阳公主去长孙皇后曾经生活的地方，给晋阳公主讲长孙皇后的往事，慢慢的唤起晋阳公主年幼时的记忆。晋阳公主朦朦胧胧记得母亲为她做的一切，禁不住失声痛哭。太宗李世民对她这个女儿也是越加的怜惜。晋阳公主慢慢的长大，变得越来越聪明伶俐。唐太宗李世民也把自己最擅长的飞白书传授给了晋阳公主。晋阳公主呢学得非常好，据说把她写的字和唐太宗李世民写的字放在一起，旁人都分辨不出这到底是唐太宗的字还是晋阳公主的字。虽然晋阳公主没有亲身得到过长孙皇后的教导，但是呢，也可能是因为遗传的原因，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很像她的母亲长孙皇后。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带着她去上朝。有时候呢，唐太宗本人他是一个火爆脾气，军人出身，所以呢，当一些大臣做错事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生气。这时候，晋阳长公主呢，就用她自己的方式，能够宽慰唐太宗李世民，同时呢，又可以让那些犯错的大臣能够免于唐太宗李世民在盛怒之下的责罚。所以啊，这位小晋阳公主啊，得到了朝中很多官员的喜爱。晋阳公主和晋王李治从小在宫中一起长大，后来等到晋王李治14岁的时候，她就要去上朝听政了。那一天，晋王李治穿好朝服准备出发，晋阳公主呢就眼巴巴地看着她最亲爱的哥哥也要离开她，说难道哥哥也要和那些大臣们一样上朝站班，不能在宫里陪我玩了吗？李治看到秀目含泪的妹妹如此深情，也不禁地流下了眼泪。旁边看到这一情景的唐太宗李世民，看到自己的一双儿女如此惜别，也不禁是啼泪满面。晋阳公主长到12岁的时候，这正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年龄，很可惜，却不幸病逝。唐太宗李世民痛失爱女，悲痛异常，已经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代君王应有的风范。他一连几个月不能正常进食，每天要哭上几十回，身体呢也急速的消瘦。周围的大臣呢看着都很担心，都劝皇上一定要想开些，想开些。唐太宗李世民对关心他的这些臣子说你们说的这些道理啊，我都懂，我也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呢，我就是做不到。这时候的唐太宗李世民已经不再是那位驰骋沙场、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圣主，而只是一个痛失爱女的最普通的一位父亲。当年长乐公主病逝的时候，长孙皇后也是非常的哀痛。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还说长孙皇后不够刚，就是说她性格不够刚强。现在的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真实的感觉到了长孙皇后那时候的哀痛。那么用什么花来形容这位晋阳公主呢？我想可能是烟花吧。生命虽然短暂，却是依然的美丽。晋阳公主在世间虽然只有12年，但她却留给了这个世界2个字，叫完美。虽然完美，但是依然让我们唏嘘不已。就像王国维先生的那2句词：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了。我知道还没有完，像新城公主还没有讲，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公主。
到目前为止，只讲到了唐太宗的公主，唐玄宗、唐中宗、睿宗以及后面的很多皇帝的很多公主，还都没有讲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唐朝的皇帝生了这么多的公主，害得后世的某个人怎么讲也讲不完。如果各位朋友希望我继续讲下去，请给我留言。如果想听听其他方面的事情，也请告诉我。主要是关于唐朝的，我会尽量的考虑。当然了，我也不能做任何的保证，毕竟呢，我还是有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的。这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